今晚就是几何一萤火虫的上市发布会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现场了。那么为了配合萤火虫这个新名字呢，今晚的上市发布会他们的主题是水上露营。说实话，我还挺期待的。那么现在现场呢，已经摆了好几台展车在这里给大家自由的去参观了。不知道大家对现款的几何一印象最深刻的有什么东西呢？反正我呢比较深刻的就是它前面大灯一圈四周的装饰条了，毕竟它真的是太显眼了。不过呢，现在改款之后，萤火虫它四周的一个装饰条已经变成了跟车身同色的一个设计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比之前更加整体、更加协调了一些。然后它的车身尺寸那些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车长呢依旧是4006毫米，从侧面看其实挺小巧的。不过呢，它的造型又是我们平时非常常见的一种偏运动的 SUV 的造型。相对于一些过分可爱的小车来说，我觉得这种造型呢，它的普适性就会更高一些，同时它的适用场景也会更多。你看它的一个离地间隙并不低哦，达到了165毫米。然后现场可以看到，它提供的3种车身颜色都在这里了。这一台呢就是樱花粉，我们后面呢是一台薄荷青，那边是一台茉莉白。非常的清新的颜色，然后呢，它的内饰也会提供3种跟车身颜色相呼应的颜色，轮毂呢也会提供3种，选择还挺多的。哇塞，这不就是芭比开的那一台车吗？说实话，现在芭比电影真的是太火了，所有的包包啊、服饰还有生活用品都在跟它联名。不过这里要澄清一点的是，萤火虫它并没有跟芭比联名，而是碰巧而已。但这不就巧了吗？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，可爱的女孩子们买了这台车之后，后期去改装或者是装点一下，这台车会有多梦幻了。不过呢，其实芭比那台车连个发动机都没有，这台萤火虫可不一样，一些科技的配置它都是给你配全的。比方说呢，萤火虫它是延续了现款几何一它的双联屏设计，不过之前的旋钮换挡机构现在是换成了电子怀挡。说实话，我是更加喜欢怀挡了，我觉得女孩子用起来会更加的优雅以及更加方便一些。而且它的方向盘也是平底的设计，上面呢是有一些驾驶辅助配置的，顶配是会达到 L2 级的驾驶辅助配置。另外，别看这是一台小车，其实它车内的储物空间还是挺多的，大件的包包呀、小件的一些戒指啊、口红啊，都是会有它可以放的一些储物格。最特别的是呢，后座的座椅底下还会有2个榻榻米储物盒，你拉出来之后呢，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之类的，就可以去储放它的一些玩具，这样车内就可以一直保持整洁了。另外最重要的是，这台萤火虫它是5座的布局。现在市面上啊同级比较火的一些小车，像海鸥啊、宾果，它们都是4座布局。那么这个5座布局啊，其实它有时候真的是能够解决大家的燃眉之需的。比如说多一个朋友的时候，你就不用让他去打车这么尴尬了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一个车身宽度肯定是更加宽一点的，它比以上提到的2台车都要宽个5-6公分的样子。如果是3个体型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子坐在后排的话，它的空间还是挺大的。另外呢，改款之后，这个萤火虫它还新增了后排座椅放倒的功能，去进一步拓展大家的一个储物的空间。不过其实不放倒，它现在的一个尾箱空间也是不错的。总的来说，这台小车它的空间利用率上是表现得不错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期待一下今晚它的价格公布吧。怎么样？昨晚的价格大家觉得有没有诚意呢？入门才69800，然后顶配也才89800。对比同级的竞品，我们就拿这个入门的301续航版本来看，它的入门的价格也是比同级竞品起码便宜了有4000块钱的，而且它的配置也是比他们要高一些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具体去对比一下，诚意还是有的。那么发布会之后呢，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碰一下这台车了。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车就是顶配401公里续航的版本，然后它搭载的是60千瓦的驱动电机，运动模式下这台车是可以跑到121公里每小时的，所以高速和城区通勤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这台车它还全系标配了最大功率52千瓦的快充以及对外放电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女生开去露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呢，对于这台萤火虫来说，它的一些主要客户群体，我想大概都是女性的，
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一台小车对于女生来说，可以很好的驾驭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一台车，它这种丝滑轻盈的转向手感，对于女生来说就太友好了。而且呢，如果是不习惯开电车的小姐妹呢，也可以去把它的动能回收调到低档的档位，它一共是有3档可调的。然后在低档的时候，你看松电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突兀感的。然后踩电门，包括刹车这种响应都是非常迅速的。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，这种可控的感觉就是安全感的由来。说回昨晚的发布会吧，昨晚的发布会可能跟大家印象中的有点不一样，它并不是那种很大型、很隆重的活动，而是就几个女性的车评人啊、车主啊、企业的高管啊，包括一个体操的运动员在上面对话和交流。最后呢，他们就在一个非常温馨、非常亲切的环境下公布了最后的价格。其实这种给我感觉就挺好的，一下子就拉近了品牌方和我们的距离，而且呢，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东西叫女性的力量，就是我能看到各行各业的女性都在发光发亮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能感受到品牌方的用意，因为毕竟女生始终是最懂女生需要什么的，所以就寓意着这台萤火虫也很懂。